欢迎回到末世过河，我是查尔斯老查。我们上半段的故事里说了3个典型的港督的故事呢，还有整个香港的港督系统的运作方式的明面操作部分。今天就让我们继续后面的故事。这张被我们称为暗面的这张图呢，是港英体制真正的权力之矛。它不在任何一本香港政治学教科书里，它不在任何一个港督上任的新闻稿里，它甚至不在任何一份港英政府的官方组织架构图里，但它一直在那里。它由4个组件组成。组件1是伦敦的指挥链，组件2呢是独立的情报渠道，组件3是物理的军事支撑，组件4呢是跨殖民地的人事网络。我们呢一个个来猜组件1，伦敦的指挥链，表面上呢是港督向伦敦的殖民地部，也就是 Colony Office 负责。1966年，殖民地部被并入联邦事务部。1968年，联邦事务部又被并入外交联邦事务部，简称 FCO。所以1968年之后港督的正式上级是英国的外交大臣。这是表面，但是请大家注意港督受到的指令从来不只来自于外交大臣，他同时受到下列这些渠道的指令。第一是内阁办公室，首相对他的政治意志。第二呢是财政部，伦敦对香港财政的影响，虽然法律上说积极不干预，但伦敦的态度是永远存在的。第三呢是国防部，皇家海军在港的部署第4是情报联合委员会 GIC， 情报系统对港督的简报。这5个渠道 FCO、 内阁办公室、财政部、国防部、GIC 构成了港督的真实指挥链。这条指挥链没有写在英王制稿里，但是任何一任港督从他上任第一天起就知道这条链的存在。他每周都要收到来自这5个渠道的简报，他每一项重大的决定都需要事先获得这5个渠道里至少3个的不反对。简单来说，港督不是一个人，港督是一个伦敦在香港的代理人，他个人的决定权永远受到伦敦5个真实指挥链的边界限制。戴麟趾1967年敢调入海军，那是因为他知道国防部和情报系统都在同步着看着事态的发展。海军本来就在那里待命，他不是单独决策，他是在一个早已经就位的指挥链里发出最后那个执行的信号。麦理浩1974年敢绕开警务处，是因为他事先获得了 FCO 和内阁办公室的支持。伦敦本来就想清理香港警务系统的腐败，麦理浩呢只是把伦敦的意志在香港落地。而尤德1984年敢在影子牌桌上发牌，是因为他在 FCO 内部有一个完整的香港小组在持续支持他。他的每一次悄悄改变出牌顺序，背后都是 FCO 一个团队的协助。说到这韩战的味道是不是有点要出来了？没错这还只是组件1我们再来看看组件2，独立的情报渠道。现在呢，我们要讲这一集最敏感的一段了，也就是英国情报系统在港的存在。这一段老查呢先把立场说在最前面这里我们不会去讨论 MI6 在香港做过什么具体的颠覆活动。原因呢有2个。第一这是一个永远无法被证实或者证伪的话题，进去就出不来了，变成阴谋论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频道它不做阴谋论，我们只做结构分析。所以老查要讨论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任何一个殖民地体系都必须要有一个独立于殖民地总督本人的情报渠道。为什么呀？因为这是组件1的延伸如果伦敦只能通过港督本人获取香港的真实情况，那伦敦不就山高皇帝远，永远只能知道港督愿意让伦敦知道的事情了吗？这是任何一个委托代理结构的基本问题。委托人必须要有独立验证代理人的报告能力所以伦敦呢设计了一套独立于港督的情报系统。这套系统包括什么呢？第一呢就是外交情报。 FCO 有自己的渠道，他在香港有个政治顾问的岗位，专门负责给伦敦提供独立于港督本人的政治分析。这个岗位历任都是 FCO 内部的资深官员理论上呢是协助港督，实际上呢是伦敦的眼睛。第二呢是军事情报，英国国防情报参谋部 DIS 在香港有自己的渠道，主要任务呢是监控华南军事动态。这一条线呢归国防部管，它呢不归港督来管。第三呢就是外部秘密情报了，也就是大家呢最感兴趣的那部分，秘密情报局，俗称 MI6， 正式名称呢叫做 SIS， 在香港呢有它的站点。这个站点的负责人按惯例呢由 FCO 提供官方掩护，通常挂在第一秘书或者是参赞之类的外交职位下。第4呢是安全情报，也就是安全局，俗称 MI5。 它在英联邦国家和殖民地呢有安全联络官的岗位。在香港的联络官，他理论上负责呢英国侨民的资产安全，实际上呢参与香港本地的反颠覆评估。
第五呢，就是通讯情报了。英国政府的通讯总部 GCHQ 啊，在香港境内呢有过通讯监听设备，1994年他才撤走，这是他在远东的关键节点之一啊。以上呢是伦敦从外部派驻的5条渠道，但还没完啊，在港英体制里还有一条比这5条更隐蔽的渠道，它呢不是伦敦派进来的，它本来呢就长在香港警队的内部，它呢叫做香港警务处政治部，英文叫做 Special Branch， 1934年成立的，名义上呢是警务处的一个部门，编制在警队里，处长呢向警务处处长汇报，但他的实际业务呢是直接对接香港军情五处 MI5 的，它是英国情报系统在香港的本地化触手，表面上看是港英警队的一部分，实际上呢是一支按英国情报标准训练、按伦敦节奏运作的特殊力量。它的职能是反颠覆、监控政治活动，对香港境内左派组织和右派组织进行情报收集，保护英国在港利益不受意识形态威胁。请大家注意这个时间点啊，政治部呢是1995年才解散。这段历史啊，在韩战1994和韩战1995里面有描述，它比主权移交提早了整整2年。为什么是1995年呢？因为很明显嘛，伦敦不打算把这套东西留给北京，所有的档案、所有线人的名单、所有内部记录，要么被销毁，要么呢被搬回伦敦。他的人员呢，一部分提前退休，一部分呢调往其他部门，还有一部分呢被安排去了英国，或者呢去了其他的英联邦国家。这件事本身呢，就是换电源最赤裸的一个案例啊。伦敦在自己离场之前，先把这个核心零件给拆下来带走了。这条线呢，第2章我们在拆韩战的时候呢还会谈到。这5条外部渠道加上一个内嵌于警队的政治部，这6条线全部独立于港督本人，全部直接向伦敦报告，全部用来检验港督的描述。好，那么现在我们请大家再想一下戴麟趾1967年的那个故事。为什么伦敦敢在戴麟趾要求海军待命的时候说不反对呢？不是因为戴麟趾这个人格有多可信啊，是因为伦敦从上面这5个渠道同步收到了独立的情报，确认了戴麟趾的描述是真实的，确认了局势确实严重到需要海军待命，确认了戴麟趾的决定符合伦敦的基本利益。所以戴麟趾的不需要批准，只需要不反对之所以能成立，正是因为伦敦在他身后另有5条独立验证管道，伦敦不需要戴麟趾汇报就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不反对不是放任，而是呢已经验证过的默认，这就是真正的决策机制。所以请大家不要再问 MI6 在香港做过什么阴谋，真正问题的是另一个，任何一个委托代理结构都必然需要独立的验证机制。MI6 在香港的存在，它不是阴谋，它是个结构性的必然，帝国治理学的基本规律，甚至是商业帝国的基本规律。你不能让代理人垄断关于代理事务的信息嘛？如果你允许了，你就失去了对代理人的控制。所以英国人啊，在所有的殖民地都有类似的机制，香港啊只是其中一个标准案例。在这里啊，我们不去判断这些机制本身的伦理啊，我们只去看它的结构功能。它的功能是撑住代理人的权利，同时呢校验代理人的描述，这呢就是组件2。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看组件3，物理上的军事支持。我们再回到戴麟趾的故事啊，他下令海军随时待命，那是哪一支军队啊？皇家海军远东舰队。1971年之前的香港天马舰呢，是皇家海军远东舰队啊在远东最重要的前沿基地之一，而舰队的总部呢是在新加坡。1971年，英国战略收缩，远东舰队撤出，但是香港的天马舰基地啊一直保留到1997年啊。皇家海军在香港的存在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港督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都知道，如果有人不听话，他可以调动皇家海军；如果有人暴动，他可以让海军陆战队上岸；如果有外国势力威胁，他有远东舰队作为后盾。这不是抽象的威胁。1967年，戴麟趾真的让海军待命过。1949年，共产党南下的时候，皇家海军啊真的在维多利亚港摆开了阵势啊，这是物理的、可见的、随时可以调动的暴力支撑。另外呢，还有皇家香港军团，这是一支啊以香港本地居民为主的志愿军团，但是它指挥权呢在港督手上，也是呢1995年被解散了。为什么又是在1995年被解散呢？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嘛，因为再过2年呢就要交还了，伦敦呢也不想留下一支可能被新政府接管的武装力量，所以在韩战1994里面，电影里面有个镜头说啊有一个更大的丑案在1995年，原因呢就是这个。那还有英军在新界的多个驻地，还有皇家空军的航空支援，这些加起来啊构成了港督权力的物理底座。没有这个底座，港督说调海军的时候海军不会动；有了这个底座，港督说调海军的时候海军真的会动啊。这就是组件3。再来到组件4，跨殖民地的人事网络。
这个呢是最少人讲的，但同样的非常重要。英国殖民地体系里有一个特殊的人事系统，叫做殖民地行政官系统，后来改名叫海外行政官系统，简称 HMOCS。这是一个跨殖民地的人员可以在不同殖民地之间调动的高级行政官系统。一个殖民地行政官可能这一年呢在尼日利亚做副省长，过5年呢到马来亚做布政司，再过5年到香港呢做财政司。他的经验、他的人脉、他的视野都不会局限于某一个殖民地。香港在1950年到1970年代三司里面有很多人都是这套系统的产物。他们呢是带着对整个大英帝国治理学的理解来到香港的，他们呢也把香港的经验带到了下一个殖民地。这就意味着港督做决定的时候呢，不只能调动伦敦的资源，还能调动整个大英帝国的人事网络。他需要一个反贪专家英国可以从印度调一个有经验的人来；他需要一个金融专家伦敦可以从开曼群岛调一个来；他需要一个公共卫生专家，英国呢可以从马来亚调一个来。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跨殖民地的可以瞬间调配的人才池。香港的高效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香港有自己的人才，是因为它可以调动整个大英帝国的人才。这呢是组件4个组件加在一起。组件1，伦敦的指挥链5条独立的渠道构成港督的真实上级。组件2，独立的情报渠道，5种情报检验港督的描述。组件3，物理的军事支撑，皇家海军、军团、英军构成可调用的暴力。组件4，跨殖民地的人事网络，整个帝国的人才池可以随时可调。这4个组件加在一起叫做锚。香港这艘船1841年至1997年150多年里一直被这个锚锚着，锚不在香港，锚在伦敦。更准确的说，锚是伦敦在香港部署的那一整套基础设施，你看不见它，但它每时每刻都在那里。戴麟趾敢调海军是因为锚，麦理浩敢造联署是因为锚，尤德敢在影子牌桌上发牌是因为锚。明面上那张图是港督穿的衣服，暗面这张图是港督站着的地面，没有地面，你再漂亮的衣服呢也立不起来。那么好，现在我们把明面图和暗面图叠加起来，大家呢就会发现一件事了。明面图上的每个格子都对应着暗面图上的一个支撑。港督这个格子对应着伦敦指挥链加情报渠道加军事支撑，警务处这个格子对应着香港警察体系的训练支援，英级高级警官的派驻，皇家香港警察这个皇家称号本身。廉政公署这个格子对应着英联邦各国反贪专家的人才池，伦敦的政治保护，独立的财政预算。三司这个格子对应着英国高级公务员体系的派驻。立法局这个格子，这个呢尤其值得注意它甚至对应着香港议会传统的仪式合法性，议事规则、辩论传统、记录方式、议长权威，它全部来自威斯敏斯特的模型。明面图上的每一个零件，它都需要暗面图上的对应支撑才能正常运转。明面图是机器，暗面图呢是电源。机器没有电源就是一堆废铁。那么现在我们大家就要面对一个问题了。1997年的7月1日零时之后发生了什么呢？明面图上几乎所有的格子都被本地化了，港督换成了特首是本地人，布政司换成了政务司司长是本地人，财政司还叫财政司司长，但是呢也本地化了。警务处处长换了人，但还是本地华籍警官，廉政专员换了人，但还是本地华籍专员，立法局变成了立法会，议席的结构是变了，但议事的规则继承了下来，司法系统继承下来，他的终审权终于从伦敦的枢密院移到了香港自己的终审法院。明面图的本地化相当的成功，但是暗面图呢？组件1，伦敦的指挥链撤了；组件2，5+1条的5条情报渠道撤了，至少呢1997年明面上是这么宣布的。组件3，物理上的军事支撑也撤了，皇家海军走了，皇家香港军团1995年呢也解散了。组件4是跨殖民地的人才网络也撤了。请大家注意明面图的本地化是把零件换成了本地零件，但是这些零件的背后的电源却没有本地化，它只是撤了。那么1997年7月1日零时之后，新的电源是什么呢？新的电源当然是北京但是新的电源跟旧的电源它不是同一个型号，不是同一个电压，又不是同一个接口，你把旧机器接上了新电源会发生什么呢？有些零件可能继续运转，有些零件可能短路，有些零件可能慢慢的就失效了。那还有一些零件会不会在某些不可预测的时刻突然爆炸呢？
这就是1997年到2012年这15年里，香港作为一个治理实体发生的几件最关键的事。当然了，这套换毛的解释呢，它不是1997年之后香港所有事情的唯一原因。大陆的经济崛起、全球金融变化、本地的世代更替也都在塑造这座城市。但是换毛这件事是其他所有变化发生时所站立的那个底层，底层没有看清，上面的事就解释不全。明面图上看起来一下照旧，暗面图上整个电源系统在被替换、在被适配、被重新连接，而这个替换、适配、连接的过程是最漫长、混乱、充满制度排异性的。2012年的香港人在这个过程里拍出了一部电影，叫做《寒战》。它表面上是警务处内斗的电影，它实际上呢是一份关于换电期的视觉档案。这个呢就是下一章要猜的东西了。但在进入下一章之前，请大家记住这一集最重要的那一句话：治理可以本地化，支撑它不能本地化呀。你可以把港督换成本地人，但你换不了港督背后的那个伦敦，你只是换一个毛。而新毛呢，它不会自动的让旧机器继续按旧的方式运转呀。这就是为什么1997年发生的事情，它实际上不是个权力的交接，它是一个换毛的动作。1997年7月1日凌晨，中港关系系列的第2集呢，已经讲过那一页的具体的细节了。彭定康抱着女儿哭，邓小平要求不能晚1秒，皇家海军最后一次升旗，这些呢，今天我们就不再重复了。老查今天只问一个问题：那一夜过去之后，第2天的早上的香港政府里，坐在每一张办公桌前的是谁呢？答案是，绝大部分还是6月30日下午坐在那张桌子前的同一个人。陈方安生从布政司变成了政务司司长，同一个人。曾荫权从财政司司长继续做财政司司长，也是同一个人。警务处处长许其安续任，廉政专员任冠佩英继任。23个司局级级别的人事任命里，绝大多数是港英时代培养的，由港督任命过的高级公务员。这是平稳过渡的官方说法。但是从我们今天的暗面图角度去看啊，这是一艘船被切断了旧电源，但船上的每个工程师都是按照旧电源的标准训练出来的。请大家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啊，陈方安生这位1962年香港大学毕业，1985年赴哈佛商学院进修，1993年成为第一位华人布政司，是港英培养的最高级别华人公务员的标本。他在1997年7月1日零时之后的那个早晨，照常去政府总部上班。他办公桌上的电脑没换，文件流程没换，下属的同事也都没换，但是啊，他头上的那个最高指挥层从港督和伦敦变成了特首和北京。他接受到的指令逻辑开始悄悄的变化。他过去30多年里熟悉的那一套什么程序、咨询、问责、信息流、决策方式，开始在新的电源下慢慢失效了。他坚持了3年半，2001年4月，他以个人原因呢提前辞职了。后来呢，他接受访问时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和董建华先生的施政理念差异太大。”这里啊，老查呢又要上知识了啊。港英末期香港政府里啊，有个特殊的群体叫政务官，英文简称 IO。这是一套从港英时代设计出来、训练出来、晋升出来的精英公务员系统。入职 IO 啊，要过好几关啊。第一，他要香港大学或者英联邦顶尖大学的本科学位。第二啊，通过港英政府的一套极具严格的选拔考试。第三啊，入职之后呢，会被送到海外进修。大多数当然是去英国和美国的顶尖公共管理项目，什么牛津、剑桥、哈佛肯尼迪学院、伦敦政经。第四呢，回到香港之后，从助理政务官开始，每2到3年呢轮岗一次。今天可能在房屋署，3年后呢又在卫生署，再3年后呢又到政务司的办公室。到40岁左右的时候，最好的 IO 已经做了副司级。到50岁左右，最好的 IO 可以做到布政司、财政司、律政司。这是港英留下的最完整的人的遗产。陈方安生 IO 出身，曾荫权 IO 出身，林郑月娥 IO 出身。这3个人啊加在一起，横跨了港英末期和特区头4任政府的整个中枢。陈方安生呢一直做到了2001年，曾荫权做了7年特首，林郑月娥做了5年特首。一套港英培养出来的 IO 系统啊，撑住了特区前25年的大半个高层。特区第1任、第2任、第3任、第5任的几位关键高层啊，全部出自这一套系统。但是请大家注意啊，1997年7月1日之后，这套训练体系还在运作，但是灵魂开始悄悄变化了。把去牛津、剑桥进修的项目，自然要慢慢的改变成去内地党校进修的项目。英文和中文的工作比重开始向中文倾斜。公务员宣誓内容从2020年起正式改成效忠国家。这一切啊，它不是一夜发生的，是慢慢的一层一层的。
是换电源这件事在政务官系统里的具体显形。那么这套港英培养的 AO 系统什么时候算是正式换完呢？老查这里给一条时间线陈方安生是2001年走的，董建华呢是2005年以身体不适呢为理由提前辞职，曾荫权2017年呢因任内公职行为失当被判刑入狱。一个港英培养出来的最完整的政务官最终却以适当的罪名收尾，这是一个极具结构意味的结局。林郑月娥2017年上任，2022年下台，他也是 AO 出身，但他已经是 AO 系统培养出来的另一类，更接近北京期待的那一类。李家超2022年上任，他已经不是 AO 出身了，他来自纪律部队系统，是警务出身，这是一个新的特首轨道。所以请大家看这条时间线从2001年陈方安生退场到2022年的李家超上任，整整21年。这21年就是港英 AO 系统在特区政府里被自然代谢掉的整个过程，它不是被清洗，不用被打倒，是被时间慢慢消化。中港关系系列第3集我们把这个过程的表象呢叫做基因排异。今天我们讲的换电源呢，是基因排异发生的最底层的机制。而在2012年这条代谢曲线的中间点，一帮香港的电影人呢拍出了一部电影，叫做《寒战》。《寒战》的开场是什么？说是香港警务处一辆装备齐全的冲锋车，连同5名警员，整车武器在闹市区被劫走了。警务处处长呢又不在香港，副处长之间为了谁有指挥权呢争起来了。代理处长指挥行动失败，全片的主线呢是处长候选人李文斌和刘杰辉之间的冲突。表面看是2个高级警官的内斗，实际上呢是一个失去了旧电源支撑的警务系统在新电源还没有完全到位的时候，遭遇了一次结构性的内部张力暴露。李文斌代表什么？他代表是港英培养出来的最后一代，也就是程序型的精英。他相信规则，相信程序，相信法治本身就是权力的来源。那刘杰辉又代表什么呢？他代表着1997之后逐渐成长起来的效率型精英，相信决断，相信效率，相信必要的时候要打破规则才能办成事。这2个人呢都是好警察他们呢都不是反派，但是他们代表的是2套不同的权力来源。李文斌的权力来源呢是港英遗留的程序治理的逻辑，而刘杰辉的权力来源呢是港人治港下的逐渐内化的政治效率逻辑。而这2套逻辑呢在2012年的香港呢正在剧烈的撞击，寒战呢就是这场撞击的视觉档案。而2016年上映的《寒战2》把战场呢从警务处内部呢又扩展到了整个香港的退休高管地下网络。幕后黑手蔡元奇，也就是李文斌的老上司，港英末期的精英被发现在地下操作整盘棋，这是另一种换电源后的零件去向的展示。旧体制的人不被新体制完全消化时会沉到地下，变成灰色的权力网络。他们不在明面地图上了，但他们仍然影响着世界。寒战1和寒战2呢加在一起呢是港产片制片人对1997年到2016年这段换电源期最尖锐的记录。但是寒战系列拍到2呢就停了。2016年到今天香港发生了太多事我们呢在节目里面说过了2019年、2020年、2021年这些事我们在正片里呢已经梳理了个遍。他们把换电源期呢强行给结束了，新电源呢全面接管。但是新电源接管之后，那些本应不再使用的旧零件又去了哪里呢？而那些本应该继续使用但已经不再适配的旧零件又要去了哪里呢？而新电源本身作为一种与英式体制截然不同的电源，它真的能让这艘原本按英式标准建设的船继续行驶吗？这些问题呢，寒战3如果有，他会拍的，但寒战3呢不会再有了，因为再拍下去整个剧本要面对的是这套体制本身的结构性的矛盾，而这套结构性矛盾是任何商业电影都承担不起的剧本。所以就让老查呢来给大家做一套呈现吧。我们做分析的要替寒战3把这件事呢讲清楚，这就是我们这个特别篇第3章要做的事。但在那之前，第2章我们要先把寒战1和寒战2里的几个关键细节呢再给大家看看。比如李文斌和刘杰辉每一次对白背后的体制隐喻，蔡元奇这条线又对应的是港英末期一类真实存在的体制人，他们退休之后去了哪里？他们的网络怎么沉淀？在1997之后又意味着什么？而寒战2呢，把战场从警务处扩大了立法会，那个关键镜头对应的是1997年之后的哪一段的真实权力的结构变化。可以说每个细节都是一句换毛期的注脚。而当我们看懂这些细节之后呢，大家会发现我们看的不是一部警匪片，我们看的呢是一份港产制片人留给后世的关于这座城市真实发生过的唯一的一份视觉档案。这就是细节里的港人治港。我是查尔斯老查，这里是摸石过河，让我们下一章节目再见。